古人到底是怎么制作豆豉的呢？带着无数的疑问，我翻开了《齐民要术》。中国人制作豆豉的历史至少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到了北魏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将豆豉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标准化的记载。《齐民要术》中一共记载了4种制作豆豉的方法，我们今天就要复刻其中的一种。这篇文章一共1220个字，详细的记载了制作豆豉的场地要求、温度控制、发酵时间、发酵方法和保存等内容。可是唯一没有阐述盐的用量和用法。没有盐真的可以做成吗？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先做暖阴屋，坎地，深2-3尺，屋壁以草盖，瓦则不加，密泥塞屋有，不令风疾虫鼠入也。开小户，仅得容人出入，后做镐篱以庇护。这段大概说了对场地的要求，要在阴凉避光、通风良好的屋子里，没有虫子和老鼠。开一个小门，仅容1个人进入，意思就是要保持场地的洁净，防止杂菌的进入，不要污染了发酵的豆豉。这个一般家庭都可以做到。第二段说了适合制作豆豉的时间和温度，4月、5月为上时，就是4、5月份是最好的时间。7月20日后，8月为中时，7月20日后到8月是中等时节。余月亦皆得做，然冬夏大寒大热，极难调试。但是冬季和夏季太冷和太热，温度极难调控。大都每40交汇之际，节气未定，亦难得所。常以4孟月10日后做者，必成而好。一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节气没有稳定，也很难做成。通常在每季第1个月初10以后做的，容易成功。4孟月就是4季中每季的第1个月，也就是说在这个月份中温度很稳定，比较容易控温。大滤常浴，令温如人腋下为佳，温度要像人腋窝里的温度最适合，也就是说发酵的温度要控制在36.2到37.3度之间。若等不调，宁伤冷不伤热。如果天气冷热温差很大，不好调节的时候，宁可选择偏冷，也不要在很热的时候制作。冷则瓤复还暖，热则臭败矣。冷了可以用瓤覆盖恢复温度，瓤应该是一种稻草，热了就会发臭腐败。现在我们在家里制作发酵食物的时候，温度低了也会用棉被盖住，这会不会是都跟古人学的呢？3间屋得做100担豆，20担为1具，1担在每个历史时期的标准不一样，我们就按100斤计算，也就是每次要做1万斤左右的豆子，每20担作为1具，具应该就是堆的意思。看来古代的食品工业远超我们的想象。常做者番次相续，恒有热气，春秋冬夏皆不须瓤覆。做少者为至冬月，乃瓤覆豆耳。极少者尤须10担为1具，若3、5担不自暖，难得所，故须以10担为虑。经常做豆豉的屋子里就会有热气，一年4季都不用以瓤覆盖。做的少的也只有到冬季才要用瓤盖住，做的极少的也要10担豆子做1具。如果只有3、5担，温度不够，就很难做成，所以要以10担作为标准。这段其实是说了当时豆豉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第二是说做的越多，豆子产生的热量就越多。他们是用堆成大堆的方式来提高发酵温度和保持湿度，给微生物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说，如果只做3、500斤，堆成堆以后不能产生足够的热量和湿度，就很难做成。我们就用半斤豆子做实验，先浸泡几个小时，1比1的复刻是不可能做到的，主要是复刻工艺流程。下面就到了制作环节，用陈豆米好，新豆上湿，生熟难均故也。用陈豆子更好，因为新收的豆子还是湿的，生熟不均匀。净羊簸大釜煮之，申熟如四牛豆，掐软便止，伤熟则齿烂。把豆子用簸箕扬干净，放在大锅里煮，煮到胀开像喂牛的豆子一样，用手掐上去，感觉是软的就可以了。太熟制成的豆豉会烂。杜住净地掸之，冬季小暖，夏需极冷，乃内阴屋中聚之。把豆子捞出来，在干净的地面上摊开。冬季要让它有些温度，夏季要完全冷透，
然后搬进屋里堆积起来。会做酱油的人肯定知道，把豆子煮熟晾凉以后接种米曲酶，也就是酱油曲。2000多年前的古人肯定不知道有微生物的存在，更不会有酱油曲之类的产品，所以要接种自然界中的米曲酶。也就是说，豆子堆积起来以后，温度一定要高于外界的温度，适合米曲酶生长的温度恰好是28到35度。我们这时候接种米曲酶，在发酵盒里摊开，用温度计来监测温度。下面就到了制曲的环节，他们是怎么控制温度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一日再入，以手刺豆堆中后，看如人腋下暖，便翻之。每天进去看2次，用手插进豆子堆里等一会儿，像人腋下的温度就要翻。翻的目的一是为了降温，二是在自然接种的情况下，要让里外都能均匀地接种到自然界的米曲酶。这段是说的翻曲的方法，就是把里面的倒到外面，外面的倒到里面。翻堆的方法都写得这么细致。凡4、5度翻，内外均暖，微着白衣。翻过4、5遍以后，里外的温度都一样了，一部分豆子就会长出白衣。我们接种米曲酶的豆子，大概18个小时左右就会长出白色的菌丝，这时候温度也会升高，我们也要进行翻曲。于新翻气时，便小拨风头令平，团团如车轮，豆轮后2尺许，乃止。在最近一次翻堆的时候，把堆上面的尖拨平，团团如车轮应该是白色的菌丝结成一块一块的意思。拨到2尺厚的时候就可以了。复以手后，暖则还翻，翻气以爬平豆，令渐薄，厚1尺5寸许。这时就要不断的减少豆子的厚度来降低温度。当减到6寸厚的时候，所有的豆子就长满了白衣，豆齿也有了雏形。从此以后乃生黄衣。白衣和黄衣就是指豆子发酵初期长出白色的菌丝和发酵完成时黄色的菌丝。古人用衣来形容，还是有点小浪漫的。在《齐民要术》第7卷中，着重记载了黄衣的制作方法。更让我匪夷所思的是，古人并不知道微生物的存在，却能发现这些神奇的转化。他们是怎么知道豆子长出黄色菌丝的时候可以食用，而不是其他颜色呢？当黄衣生成以后，就完成了制曲的阶段。然后古人又会怎么做呢？我们下集继续讲述。